各位晚安。今天我又把这个镜头调了一下，有没有看起来露出上半身比较完整？不然以前就变成这个，可能你看了觉得不习惯，但没关系。今天的内容真的很刺激，有多刺激？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8月9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呢，$300你就可以骗过整个天空了。美国烧掉了62.7亿的 GPS 新系统了，根本没有更新。而中国北斗的民用讯号同样没有锁民用干扰，但台湾民航局的卫星导航专章上面只写了简单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欺骗讯号，我们会讲到奇美拉，我们会讲到伽利略，我们会讲到短报文，我们会讲到北斗。各位同学准备好了没？我们就可以开始喽。今天的定场诗是玄星2万照尘嚣，一句烛光，一句微光比烛摇，300金能翻坐标，满天真讯画虚招，炮飞千发空原野，舟走洪波雾暗礁，最怕不是敌来扰，是无问谁在标。你看，是无人问谁在标啊，就这个提供讯号的到底是谁？我们先讲一个神秘的故事。这个原来是9号要做，我现在延到10号。你们昨天不是讲了吗？妈，昨天没来听是不是？昨天我做那个骇客的 AI 的骇客的工作，所以延到10号。妈，我哪有每张图都要改吗？没空，好不好？我们今天从2个你可能不知道但查不到来源的案子开始。第一个案子，2024年12月16号，台湾海峡上空5到6架民航班机的 GPS 定位同时出问题，不是收不到讯号，是他们收到假的讯号。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跟 SKI Data Service 这个团队用 ADS-B 的资料在做全球 GPS 欺骗的即时追踪地图。那一天呢，他们在台湾抓到号，这是在台海上空哦。那个地图上这样呈现的，有一个蓝点是飞机在被骗之前的最后一个位置，然后有一条线连到他以为自己现在在的这个地方。你看，抖音是对我有什么问题 ？TikTok 说现在由于重置内容，例如预录或抄袭内容，就不是啊，我随便按了一个申诉。所以我继续往下讲，那结果被拉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条线有多长，他没有公布，也整个误导到以为自己在现在不在的地方。被拉多长没有公布，但重点不在长度，重点在后面那句话。研究团队的说法是呢，因为受影响的班机数量还不够多，不足以反推定位出干扰讯号的发射源，所以目前无法确认攻击来自何处。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 OS 是什么？你们在想还问吗？台湾海峡但等等，我也是这样想，我也是这样想。可是我们今天这一集从第1分钟开始就练习一件事情，分清楚我觉得是谁，跟我证明的出来是谁。因为你不能证明，你就不能瞎掰嘛。那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法官是不是？因为这2件事，我觉得是谁，跟我证明的出来是谁，就是今天整集的主题。那为什么这个会变成主题呢？很简单，又有第2个案子。2024年4月21到23号，北台湾空域出现 GPS 干扰，桃园、台北机场一带，国防部当时的回应呢是4个字，叫系统正常。然后 NCC 出来给答案，不好意思，是自己人弄的，
是自己人弄的，你有没有觉得很荒谬？不是解放军哦，是自己人哦。一个公务机关在校准它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零频一波，翻成白话就是某个政府单位在调机器，功率调太大，波溢出去，打到隔壁频段，把天上的 GPS 给干掉。没有共军，没有电子战，没有007，就是有人在调机器。结果嘞，结果就是台湾2件有记录的 GNSS 干扰事件里面，一件到现在查不出来是谁，一件呢查出来是自己的。结果就是啊，在听直播的各位，这2件事情看起来一个严重，一个好笑，但他们指向是同一个结论。台湾现在没有能力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讲白一点，如果一个国家有完整的 GNSS， 就是卫星讯号坐标干扰监测能力，2024年12月那5架飞机的事，应该是台湾自己的监测网抓到。结果台湾自己的监测网抓不到，我们也定位不到发射源，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发布通告，而不是我们要靠瑞士一所应用科学大学用公开的 ADS-B 资料，事后在网上画地图，就要被拉多远给我们看。我们从别人的地图上看到自己家上空发生什么事情。而2023年呢，最荒谬的事情在哪里？在于那次之所以查出来，是因为那个发射源就在台湾岛上面，而且是政府自己的设备，查得到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查，是因为那个人刚好在我们家客厅里面，是我们家的佣人呐。那如果发射源在海上的，如果在对岸的，如果是船上一台$300的小机器呢？没有，查不到，就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一集要花2个小时，因为在听直播的各位，你以为 GPS 是那种大国才玩得起的高科技对抗，就像以前你看到007电影里面，坏人要在火山基地里面盖一整套设备才能干扰卫星，错了，不是，已经不是了。那个门槛早就掉下来，掉到你家书桌上，你家书桌上就摆得下这件事情了。然后台湾花了整整30年了，我们还没有把那把锁装上去。来，接下来要进到第1章了。第1章我们先讲美国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泰德说朱大没讲，我还以为我们都是用 SpaceX 的，结果都没有。没有，好不好？我们屁也没有，我们又是最落后的 GPS。来，谢谢 C909 的抖内，也谢谢坏掉龙龙9说，请支持史打林克终端接收器担任阿鲁巴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请问老朱重档期谢谢。就是不行，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一次抖内的目标是，我今天已经穷尽洪荒之力修好所有可能的问题了，希望能够顺利完播，声音也不要抽格，画面也不要跳，通通都希望能够一切 OK， 好吗？来，谢谢这个抖音那边的苏生态的抖内。台湾用的是民用 GPS 哦，还不是军用版本。来，我们先讲一个美国的故事，你听了之后就觉得很荒谬。美国是经典的官僚主义导致死亡的版本。2010年，16年前，美国空军发包了一个案子，叫做 OCX（Next Generation Operational Control System）。白话讲的就是 GPS 卫星在天上飞，地面要有一套系统去指挥他们上传轨道资料、管理时钟、发布讯号。这套地面系统老了，要换一套新的。承包商是雷神公司，后来并进 RTX， 原定2016年完工。2016年哦，就是它发包之后6年。然后2016年发生什么事情？成本超支超过 25%。触发了纳恩麦科迪法案 （Non-McCarthy
法案的运作，这是美国国防采购的一条法律。简单讲，就是一个案子如果超支到一定比率，国会强制介入审查，要么大修，要么砍掉。它被审查，然后没有砍，继续做，因为很重要嘛，对不对？在听直播的各位，记住这个时间点，2016年这一年，这个病人已经在急诊室了，医生决定继续开刀。接下来10年，这个案子拖到什么程度？我在北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是去年哦，账面数字是37亿美金，最后结算是62.7亿美金，几乎翻倍呀。然后2025年7月1号 ，RTX 提高了 DD250，就是国防采购的交付文件。简单讲就是我做完了，签收吧。好了，太空军签收了，开始做整合测试，测出什么？官方的说法叫做跨越广泛能力领域的系统问题。任务三角洲 Delta 31的指挥官 Colonel Stephen Hobbs 用的词是 insurmountable， 无法克服的问题。而且更狠的一句在后面，继续投入资源修这个东西，会危及现役 GPS 的民用与军用服务。翻成白话是什么？是这个新系统烂掉、掉渣。如果我们硬要把它装上去，会把还在正常运作的旧系统一起弄坏。2026年4月17号，就在今年，太空军终止合约。各位，这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最贵一次货到付款之后退货。常说我交付了，我给了，军方说你交付的东西不能用，62.7亿美金就在这2句话中间打水漂啦，没有啦。那然后有没有新系统？问题谁来管？没有新系统，答案是我们要用那个被骂30年该退休的老东西 GPS。太空军回头去延寿现役的地面控制系统 AEP 架构，一路追溯到1970年啊，50年前了。这些年就是靠一次又一次的软体升级、软体补丁，活到今天。2026年4月9号，发了一张约1.05亿美金的任务订单给洛克希德马丁，让这套老系统继续用现役的卫星，还要接手指挥下一代的 GPS-3F。合约做到2030年12月31号。你算一下这个比例哦，62.7亿死掉了，老系统延寿呢1.05亿还在上班，1/60的钱呢，结果老的东西比较耐用，比较堪用。等等，电风扇一直吹到我好冷，我要去穿着短裤跑去摇一下。而且事情还没完，太空军呢还有一个备胎计划，叫做 RGPS 韧性 GPS Resilience GPS。构想是发一批低成本、短寿命的小卫星到低轨道，发送核心 GPS 讯号，就算主星座被打或被干扰，还有东西可以用。原始规模呢，大概10亿美金，最多20颗，最多20颗。结果2026年1月19号呢，这计划也砍了，理由是2026年会计年度没有编列经费，部门内有更高的优先事项。国会不高兴，拨款委员会有意见，但没有强制恢复。所以你看，这什么小，这什么小？天上的新地面系统死啦，没有新的 OCX。地上的备胎小卫星砍啦，接手的是1970年架构的老骨头，还要加班到2030年，那一做60年呢、我靠！吓死人！这时候一定有人会问，那 GPS 现在到底还好不好用？其实好用，非常好用。31颗在轨运行 ，GPS-3 第10颗，也就是最后一颗第3代卫星，在2026年4月21号发射。太空军自己的稿子写，完成了迄今最强、韧性最高的星座。星座就是很多卫星连在一起，叫做星座了。看到没有？只隔4天哦，4月17号砍掉地面系统，4月21号。庆祝太空段完工，同一个月2个结果，这到底在搞什么？
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动画，你就知道。来，我们继续往下讲。这是我就要各位注意的地方了。天上那一段，美国真的做得很好，卫星是好卫星，讯号是好讯号。问题从来不在天上，问题在地上。那个负责指挥的脑袋跟那个负责接收的耳朵烂到掉渣，花60几亿美金不能用。我个人呢，希望他早日换机，早日上线。1年后的结局，我去年写稿的时候还没结局，1年后结局就是爆炸啦，没有了，新机死在产房里面停止了。你我手机的定位，今天还是那套老骨头在撑。有的时候啊，撑住这个世界的不是最新最贵的东西，是那个被骂了30年该退休却还是天天上工的老家伙啦。听起来很温馨，对不对？不要被骗，他撑得住是因为现在没有人认真去打他，烂到掉渣了。你说，哦，好，接下来要进第2章啊，多么夸张！你看。股神王林说：“朱大，这里没几个人，要是抖音直播几万人，礼物嗷嗷送，没关系，我们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你有空留下来听一听，看内容好不好？如果好，将来有机会我们就去抖音直播嘛。实际上，我只有在 TikTok 直播。我跟你讲，我 TikTok 的人数呢，堂堂迈入了1个人。”啊，更正，我们有4个人在看，所以好，先别管，来，我们先反求诸己，来进到第2章。第2章，我们讲今天最重要的一章。股神王，你有空留下来听完呐，我保证今天的故事很精彩，因为你各位一边直播一边开 Google Map， 可能90%跟我一样，我一直以为GPS spoofing 就是欺骗 GPS 这件事情呢，难度很高，就是要像007电影里面一样，是大国军方等级才能做得到。然后像是007电影里面啊，要是有一个火山基地或者有一个按钮，扑击按下去，然后整个讯号才被干扰。大反派按下按钮，全世界的定位就乱掉。这个印象呢，对了一半，错了一半。这一包鳕鱼香丝吃了大概快1个月还没吃完，我今天想要把它吃完。来，对的那一半呢是军规讯号，错的那一半是你手机里那一个。为什么？我们一层一层讲。第一层呢，其实民用讯号是没有身份证的。我的 TikTok 跳出来说邀请小蕊翡翠进行联合直播，我想这也差太远了。我忽然加入，嘿，小蕊啊，要不要去买翡翠呢？民用讯号没有身份证是什么意思 ？GPS 的讯号是靠一种叫做卫随机码的东西来区分的。每颗卫星呢有它自己一组码，接收机呢靠比对这组码来知道这是第几号卫星，什么时候发的讯号。这组码是机密吗？不是，它写在一个公开叫做 IS-GPS 200的公开规格书里面。最新版是 N 版，2022年8月发布，第3.2.1节明明白白写着，民用 CA 码是一组勾扣的，长度1毫秒，码率每秒1.023千位元，连产生这组码的多项式初始状态，哪颗卫星配哪一组，全部有表的。不是机密，看清清楚楚。这份文件在哪里下载呢？我在做研究的时候，
特别去看一下，在美国政府自己的网站 GPS.gov 海岸防卫队的 NAVCEN 也有一份免费，不用登录，不用申请，你现在就可以去下载。那军规呢？军规的密码跟 M 扣啊，为随机码是加密的，伪造者事先不可能知道那一组码长什么样子，所以他造不出一个能骗过军规接收机的讯号。看到了吗？007是对的，只是他对那一半呢，不是你手机的那一半。股神王林这么好心说：“朱大来杭州旅游吧。”我不要，我要去跟人民的兔娘拍照。而我告诉你，这篇直播的原稿也是我在北京写的，2025年写的。真讯号，我当时知道它弱的可笑，但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有这么弱。GPS 卫星上的发报器啊，功率带跟你家冰箱的灯泡一样，不是你家平常在用的冰箱哦，是你家冰箱里面的灯泡。规格书里面的数字怎么写 ？GPS L1CA 抵达地面的最低保证功率是负158.5 dB 瓦，换算成瓦是0.14卑瓦。卑瓦是什么？10的负15次方瓦。这讯号有多弱？它比地表的热杂讯本底还要低大约17到20分贝。就是你地面上稍稍热一点，给了一些杂讯，你根本就侦测不到 GPS。在听直播，各位，你现在听懂这个意思吗？真正的 GPS 讯号强度低于环境噪音，接收机是靠一整套相关运算的技巧，才把它从噪音底下捞出来。那一台$300的 Hack RF1 在 L1 频段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加10 dBm， 两者的差距是138.5分贝，线性换算是10的13次方倍。你说大不大？而且实物上哦，你要高出真讯号多少才能盖牌，才能成功去骗？3到6分贝就够了。3到6分贝而已，差距是多少？13个数量级呀、你只需要用到其中的3到6分贝，而实物上使用者的回报反而是要接5、60分贝的衰减器，不然你讯号打出来太大，你会把接收器的前端给烧掉。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干扰超简单，超他妈简单的，因为你民用讯号弱的跟屁一样。但所以问题不是他们的讯号够不够强，是这些干扰者把讯号弄弱一点，不然就把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车子的 GPS 接收器整个烧掉啊！然后接收机做什么呢？接收机的逻辑很单纯，锁定最强的讯号。它会放弃真卫星去追那个讯号更强、看起来完全合法的骗子。在听直播的各位啊，重点来了，接收机不是被骗哦，他自己走过去了。哎，花花鱼竟然不知道什么是人民的兔娘啊！我以为所有网友都知道哎。妈，我现在每天都在看那个抖音上面的内容啊，顺带跟各位讲一下，我还要再次强调，小耿汉堡终于成功告白啦！谢谢大家，各位可以去看。之前我有讲啊，小耿汉堡在那边纠结了半天，搞了半天，最后终于成功跟他那个白领上班族 OS 告白了。OL 不是 OS。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人民的兔娘是什么呢？让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很多仔仔不是经常会去那个 Comic 啊，或者是cosplay 的活动里面跟人家签售会，就你是大 cosplayer， 有人专门愿意来跟你合照，跟你拍照，然后签名，就这样。那兔娘呢，其实原来就是一个大 cosplayer 而已，但是事出这件事情呢，是有一个仔仔，因为要跟他合照嘛，要自拍，对不对？手要拿这个手机啊，对不对？他拿手机的时候，兔娘在这边呢，抖到手机不能用，兔娘还要帮他去把手机拿过来跟他拍，然后握住他的手。一瞬间，兔娘成了所有男性的救星。所以为什么叫人民的兔娘呢？就是因为以前只有签售的时候，那些 cosplay 都走高冷走向，现在不是了。自从兔娘来了，送咖啡、送饮料的啦，合照的啦，摸摸手啊、摸摸头的，就是这样。哎，我都不知道兔娘在直播解释高等数学，靠腰嘞！来，还没完，你看第三层的工具3件套2件是免费的，硬体是 Hack RF1， 2026年的零售价在$300。Blade RF 贵一点，高档一点的，大概是480到$1400。ADNLM Pluto 230，研究等级的 USRP B210是2400。软体呢，你可以去 GitHub 上面一个叫 GPS SDR Sync 的专案 ，MIT 授权，将近3000颗卫星，2020年6月还在更新，免费的。免费的资料呢，新历档 RINEX 的格式，官方网站也是免费下载。C4 ADS 啊，这个华普智库呢，2019年那份 Above Us Only Stars 报告里面就写了，用市售的软体定义无线电加开源软体，$300或更少以下就能完成卫星定位欺骗。2026年呢，就今年，我们把这个预算再重新算一次。Hack RF1 300，线材跟衰减器15，记得要衰减器哦，不然你会烧掉人家 GPS。天线$10，软体免费$325。7年过去，通膨算进去，这数字几乎没变。而且更重要、最要命的是第4层。第4层最要命的是什么？你的接收机收到假讯号的时候，会不会跳出一个警告说注意这个讯号来源可疑？不会，因为根本没有签章，根本没有验签这个机制。民用 GPS 呢，讯号是没有数位签章，接收机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个电文真的是从卫星来的，而且中途没有被改过，他只能相信的。在听直播的各位，我讲白一点。GPS 没有被害，它从来就没有锁。这件事情发生很多次啊。2013年，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团队带领公事包大小的卫星装置，上了一艘要价$8000万、60公尺长的私人游艇德拉赫斯白玫瑰号，在地中海上面做实验。手法是这样：先用低功率呢发出跟真讯号一模一样的假讯号，让接收机分不出来。然后慢慢加大功率，把接收机的追踪回圈整个切转过来，就是
循循善诱，你不要一下子就把你拉到莫斯科上空，没有循循善诱，把整个接收区的接收追踪回圈哦，默默的吃下来。结果是什么？游艇偏航了好几公里，船上警报系统有没有响？没有响，因为系统看起来一切正常。我收到的 GPS 跟我看到的状况没差呀。2019年上海港。iTruth 哦，这个 NGO 呢，分析了一艘叫做 MV Manukai 的船的那个 AIS 轨迹，就船舶自动讯号发动机。那这个船在黄浦江上面画圈圈，不是船在转圈呐、不是船在打那个咖啡上面的奶泡，是它的定位在转。中国沿海至少20个地方有类似的异常，而且多半就在邮轮码头附近。那你说这解放军吗？解放军干嘛弄自己？最可能解释是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那篇报道讲得很清楚，有人在隐匿受制裁邮轮的真实动向，就是俄罗斯的邮轮受制裁，对不对？但是他就刻意隐匿它的走向，让他在那边随便乱绕。2016到2019年，俄罗斯 C4ADS 的那份报告分析的9883起疑似欺骗事件，影响了1311艘民用船舶的导航系统。克里姆林宫周围的 GPS 会显示你在普努科沃机场，而且这个事情很有戏哦。这个 GPS 欺骗行径跟普丁本人的行程高度相关。2018年，他去刻赤大桥附近，至少24艘船的定位被丢到65公里外的阿纳帕机场。你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很远，你现在应该理解那句话的分量。一个移动的泡泡，普丁走到哪里，国家元首走到哪里，哪里的天空跟坐标就是讲。好，简单跳下一段。我们花了30年哦，把 GPS 做成全世界的基础设施，电网靠它对时，银行靠它盖那个时间戳，飞机靠它进场。你叫的外送呢，靠它算路线。然后我们发现，这整套东西建立在一个1983年的假设上，能造无线电发射机的只有这个国家，只有美国。这个假设在软体定义无线电出现那一天就过期了，门槛不是被攻破了，是被摩尔定律把它搬走了，而规格没有跟着改，一直都是这样。KJ 说上周听回放一直有杂讯，希望这周不会有，这周应该不会有，除非我又被车撞。老朱这周变回晚上，还要打算调时段呢，我们就是测试嘛。那这个礼拜以后应该都是晚上，暂时没有变化。如果要晚上不做，应该就是中午做，好不好？因为早上要起床，以本人来讲实在是很痛苦，而且那个声音都不一样，有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有过敏性鼻炎啊，我一早起来一定是，嗨，各位大家好，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好，这礼拜应该不会有杂讯，有杂讯记得跟我反映的。全尔妮塔报道。乙说到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妙就妙在，既然我们知道 GPS 有问题，问题在哪？那就说有没有人已经在修了嘛？有，而且动作最快的不是美国。先说，你以为为什么这一个团队要装锁要锁？是因为他们被逆向工程过。2005年哦，伽利略的第一颗实验卫星 GIOVA 上天了。2006年1月，讯号一打开，几个小时之内，史丹佛大学 GPS 实验室就把3个频段的民用讯号全部抓下来了，全部都复制哦，几个小时哦。那所以领头的这个博士生叫 Grace 星星高，中文名字叫高信兴，清华经仪系出身，指导教授是
NN 这个领域的老权威，而且那篇论文是6个人挂名的，他是第一作者，后面还有 Chen、Low、De Lorenzo、Water、N， 这是一个实验室的日常产出，不是一个密谋啦。妈，很多自媒体又在那边呛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件事情根本不叫破解，它的正式名称叫做讯号特性分析。为什么要做？我跟你讲，因为一个新的导航系统上天之后，全世界的接收机厂商都得知道它的讯号长什么样子，才做得出相容的机器。系统方如果不完整公开界面文件，学术界就自己架大天线收讯号，反推结构。伽利略被这样做过 ，GPS 当年也被这样做过，那为什么军事码没有被这样做过？因为军事码的周期长达好几天，民用码周期是1毫秒，这不是保密等级的差别，这是物理上做不做得到的差别。1毫秒的码，你收个几秒钟就集满了，可以分析。好几天的码，你收一辈子也拼不完。所以第2章讲那件事情，在这里得到现场验证，民用码钱呢从来都不是秘密，因为 GPS 民用码在物理上留不住秘密。好啦，那他们系统被逆向工程之后，欧盟怎么做？先吵架，先为了智慧财产权吵了一架，说我们的码你不能随便公布。吵完之后，他们转了个弯，既然明码藏不住，那就不藏了，改成在电文里面加签章，码你抄着走，签名你伪造不出来吧？那个东西哦，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OSINT 顺带一提，同一位研究者高信兴，隔年也对北斗做了完全一样的事情，那边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哦。我们留到后面讲。好了，欧洲伽利略跟 OSNMA 2025年7月24号。欧盟太空计划署 EUSPA 宣布，伽利略的 OSNMA 呢进入初始服务。OSNMA 是什么？全名叫做开放服务导航电文认证 （Open Service Navigation Message Authentication）。白话讲就是他们在导航电文里面塞进一组密码学数位签章。你的接收机收到讯号之后，可以去验这个签章，确认2件事情。第一，这真的是伽利略发的；第二，中途没有被改过。技术上用的是一个叫 Tesla 的协定，插在1万宾讯号里面预留的40个位元。来，这里有一个设计上的细节，我觉得很漂亮，它是向下相容的。旧的接收机接收到这个讯号完全不受影响，照常运作。新的接收机才会去解那组签章，所以不用换掉全世界的机器，而且免费，全球用户都能用，不收钱。欧盟执委会自己的说法是呢，目前没有任何其他的 GNSS 就是卫星定位供应商为民间用户提供开放认证等等。欧盟说错了，欧盟说错了。日本的 QZSS 那个准天顶卫星系统，它的讯号认证服务呢 ，SSNMA 2024年4月1号就开始运行了，比伽利略早1年多。在听直播各位，我知道啊，那你们是不是想要问，那欧盟讲的世界第一是在唬人吗？不是，这是分类的问题，而且这分类差别很重要。QZSS 是区域系统，它主要服务亚洲跟大洋洲。目前6颗卫星在轨，目标7颗，7颗的时候可以不靠 GPS 单独定位，它还有一个灾害通报功能，日本国情很合理。这个伽利略呢是全球系统28颗在轨，所以正确讲法是 QZSS 是全世界第一个运用民用信号认证的公司。而伽利略是第一个提供开放认证的全球型系统。谢谢乱世魔羊
内亮哥也在开直播啊，对啊，他开直播啊，那难怪他下午没事干，一直传讯给我。先度瑞拉，再度你妈！妖拐六吕学长好，我是妖拐八，妖拐六是基隆，好不好？好来，谢谢兔兔的抖内，我们继续往下讲。俄罗斯呢最妙了，GLONASS 24颗在轨，是 K2 世代第一颗2025年3月发射。制裁的影响实打实啊，西方的微电子被切断，他们得靠影子中间商跟中国伙伴才能维持零组件供应。然后呢，有没有民用讯号认证？没有。来，俄罗斯是全世界最大的 GPS 欺瞒来源，从叙利亚到乌克兰到波罗的海，9883起有记录的事件，他们是全世界最懂怎么骗人的。而他们自己的系统一样没锁，最会敲锁的那个人呢，自己家里也没装锁。印度最惨啊 ，NAP-IC 这个要讲一下，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政策灾难。先讲政策，印度政府强制规定，2025年1月上市的5G 手机必须支援 NAP-IC，2025年起12月扩大到全机型。主权技术吗？自主可控吗？政治正确很好啊。然后讲现实，2026年3月13号 ，IRNSS-1F 这颗卫星最后一颗原子钟失效，在轨可用卫星剩3颗。而这个系统运作的最低门槛是4颗，所以它目前是低于最低需求。那补星怎么办呢 ？NVS-02 2025年1月发射，推进器故障卡在椭圆转移轨道上不去，后续的 NVS-03、04、05全部延迟。印度真是了不起。我们把这2件事情并排，你就知道，一边是全球手机强制支援 NAP-IC， 一边是 NAP-IC 只剩3颗卫星不够用。同一个政府，印度政府就是很夸张啦。来，我讲一句公道话，印度想做自主导航系统，这个方向没有错，但是你的技术做不到嘛。任何一个大国都想做，错的是顺序，你要先让系统活着，再去要求全国换机呀。那更重要的是，你如果仔细看一看，卫星最多、讯号最好、用的人最多那2个系统都没有锁，装了锁的那2个，一个是28颗卫星的挑战者北斗，一个是6颗的区域玩家。为什么？因为装锁不是技术问题，是动机问题。伽利略是后进者，它需要一个卖点。日本的国土狭长，地震海啸频繁，它需要可靠性。而 GPS 呢 ？GPS 既得利益者，它是标准本身，标准没有动机感，那就等价交换了另一种写法啦。你先做，你先卡住位置，你先卡住位置，你就最难改了。有网友一直讲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用星链，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子的。星链的接收器不便宜，你的无人机是要炸掉、用过即丢的，你还没用星链，你帮他出钱吗？一天要用1、2万台啊！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到大陆去，而且我先讲清楚今天这一章的立场。本章的内容不是在夸北斗，也不是在骂北斗，我们在仔细帮他算。他的故事非常精彩，非常励志。1983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方宇提出一个方案，叫做双星定位。什么意思？陈院士看得很远，他觉得国家需要有个自己的定位系统。美国的 GPS 当年是4星定位，陈方宇的思路是呢，我们没那么多资源，
能不能够用最小的星座、最少的投入、最短的周期，先做一个堪用的东西。2000年，2颗静止轨道卫星上天，区域导航功能实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建成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在听直播的各位，我要各位注意这个路径，因为跟台湾有关。先做一个不完美但能用的东西，然后迭代。那时候北斗1号的原子钟是从瑞士进口的，后来北斗2号开始上国产钟。2012年，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杨慧公开说，北斗已经全部使用国产原子钟，性能跟进口产品相当。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你看这规格了不了不起？浩然，别吃东西了，话都说不清楚，听得很费力。干，你天天差怪我，妈，我这样还要讲得不清楚哦。那去看看有人含卤蛋是怎么样的，妈，干话都听不清楚，自己天天要检讨了，耳朵要去割包皮呀，你耳朵长包皮跟林嘉欣一样，然后怪我说话不清楚。你的听力分辨能力有多差呀？妈，这样子你就说，哦哟，话说不清楚，我听不见了，靠呗。来，2020年呢，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2026年3月，他妈我无线麦坏了，干！我不跟你讲说，我这礼拜直播又很差，我无线麦坏了，我现在还在修了。2026年3月，官方宣布对在轨卫星实施升级哦，在轨预习的卫星数量达到50颗啊！43年间就从2颗到50颗，1兆3000亿的预算嘛，来我们讲清楚。数字这种东西最容易被人家质疑。2026年5月18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呢发布2026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第一个数字啊，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人民币13323亿，也就是1兆3000亿啊。第二个数字，其中作为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产值人民币6290亿，年增9.24%。你看这产业大不大？很大呀！网友开始纷纷反串了，说大陆有导航，我都是用纸质地图边开边看。我跟你讲，你们应该用最原始的导航，就问路人。我们把它讲清楚啊，这2个数字分母不同啊。1兆3000亿那个呢，是把遥感 telemetry、geo information 地理资讯、行动通讯、室内定位这些全部加起来的时空产业总基数6290亿，那个才是纯粹的卫星导航。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停下来分辨？我跟你讲，你扔鞋我都是寡龟，我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就立一根筷子，然后把它丢下去，看它往哪边倒，我再往下走。继续，终端销量呢？2025年国内呢，北斗终端产品的总销量超过4.1亿套，社会保有量呢，具北斗功能的各类终端产品超过22亿套，晶片模组呢，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含智慧型手机哦。那手机呢，已经有12亿到14亿部智慧型手机支援北斗定位，约占总量的98%。乘用车呢，超过1亿台，部署了具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系统。
电动自行车呢超过5000万辆搭载北斗定位设备。那为什么？这是因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海外呢，服务及相关商品输出到140余个国家跟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建立20余个海外服务中心。然后呢，这个数字很惊人，但我查不到双源来源。他说，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市场占有率58%，那没有任何的独立机构验证或是反驳，所以市占率就这样子啊，就当它是真的，好不好？那这个很好啊。然后欧盟 U-SPA 的 GNSS 市场报告追踪是全球多星座接收机出货量一年大概18亿台。现代手机的晶片是同时支援 GPS、GLONASS、伽利略、北斗。那你说这台手机的市占算谁的？好，我们继续往下讲。所以正确的说法是，设备支援北斗不等于独占使用北斗啦。所以刚刚有网友讲说，我们应该要打掉北斗，让解放军迷路。干打掉北斗之后，妈国军也迷路，好不好？我们现在用手机导航都是各平台全支援啊。那有一个数字是第三方验证过的，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2023年2月的报告，还有 Trimble 的量测资料，在全球195个国家的首都里面，有165个地方呢，你抬头能看到的北斗卫星数量呢，多于 GPS 卫星，这合理吧？这个叫做可见度，不是市占率哦，不是精度，就是单纯你头上有几颗。所以北斗的密度比 GPS 高，而且美国自己的 GPS 咨询委员会呢也讲过 ，GPS 在综合能力上 substantially inferior， 明显逊于北斗。这不是大外宣啦，这是真的啦。所以我把话讲白，天上卫星那一段呢，中国的北斗星座这几年真的追上来了。而且在某些指标上超过去了，只有无知的青鸟会说没有，我大 GPS 天下无敌，北斗很强的啊。但是有一些缺陷，对于很多国家来讲，他会考虑这件事情。北斗的地面主控站全部在中国境内，海外监测站有巴基斯坦、阿根廷、纳米比亚、澳洲、瑞典、南极、中山站，但主控全在境内。有很多有主权忧患意识的国家不敢用北斗，是因为这个原因。海外监测站有哪些？我再讲一遍：巴基斯坦、阿根廷、纳米比亚、澳洲、瑞典、南极、中山站，主控都在中国境内。所以我们要做第三方评估哦，双面跟大家讲。好的一面呢，北斗有星间链路，它卫星跟卫星之间可以互相通讯，降低对海外地面站的依赖。就算长时间联络不上地面，也能自主运行一段时间。而且它是高中低3种轨道混合的星座，要全面干扰很困难。坏的一面，所有主控站在境内，这是单一弱点。海外站受到地主国的政治变迁影响，暂时可能被拒绝使用。你听出来吗？中国大陆设计这个系统100%是为了不被别人关掉而设计的。北斗最核心的政治动机就是我辈当自强，从来不是精度，是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才不用再为他国何时关闭服务而提心吊胆。这句话是他们自己讲的，而且这个焦虑是真的、合理的、有历史根据的。但等价交换就是这样子嘛，一个为了别人不能关掉我而设计的系统，
它的另外一面就是我自己随时可以关掉。所以你看，我的 AI 自从有一次乱写资料被我骂了之后，它现在对于分母分子很在乎。高雅会说：“朱大，你的人像怎么有点模糊，看不清你的帅脸等等。”我要纠正几件事情。第一个，并不帅，好吗？哎，哎，不会吧？但我真的又调回来了。靠北。好啦，不好意思哦，我这几天一直在修我的电脑，所以又调掉了。好，现在，哎呀，看到朱大房间啦，幸好后面没有藏人呐，我后面就是一个衣柜跟一个书柜啊，柜子里面并没有挂性感内裤。好，现在人应该回复到4K 了。南天门是科幻呐、不是？我也觉得科幻很可爱，还有人做南天门计划的 AI 动画跟异形打仗嘞，但那个没有办法介绍啊。好啦，谢谢张雅慧的提醒，我现在要把它调回来。来，我这样讲，这一章要讲北斗最特别、最被低估的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叫做短报文。这个功能真的能救人。先讲好的一面，因为它是真的，全世界的卫星定位系统，包括了 GPS、伽利略、GLONASS 都是单向的。卫星发讯号，你收，就这样。卫星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北斗不一样啊，北斗有双向通讯功能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最传神，不但能知道自己在哪里，还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哪里。北斗1号的时候呢，一次能发120个汉字。北斗3号建成之后啊，扩展到全球短报文跟区域短报文2种服务。展会上公布的容量是每5分钟每波数1000条讯息，每条约14000个位元，大概1000个中文字。那这个东西拿来做什么呢？渔船。馒头泡在稀饭里，第3次看到名人的房间，前2次是李宗瑞跟红姐。李宗瑞的房间也只让你看那张床，好不好？红姐我不知道，红姐你真的看过？我没有那个时候我这个发生南京事件的时候，我人在北监，所以我只看到新闻。来，这个短报文拿来做什么？拿来做渔船的紧急事件。中国海洋渔业水域面积很大，很多海域没有行动通讯讯号。北斗的短报文让渔民可以向家人报平安，让监控中心知道渔船的即时位置。恶劣天候来的时候可以通知回港。官方的说法是呢，中国有近70%的船只装了北斗船载终端，累计救助过上万名渔民，被称为海上保护神。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跑过船，你有没有出过海？我讲一句真心话，这个功能是好东西，而且当初发明它的人非常聪明。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它本来是模仿 GPS 的系统。为什么
为什么会多加一个短报文呢？这个很厉害耶！你模仿系统的时候，不会把加新系统优先放在里面吧？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这个令人敬佩，是好公们。一个在海上失联的渔民能发出一则1000字的讯息，说我在这里，我还活着，这件事的价值不需要我来辩论。GPS 做不到这件事，这是北斗实打实的功劳。有网友金銮殿说：“为什么直播都要吃东西？没有，我肚子饿啊！我有时候肚子饿吃个东西呀、不能吗？难道你怎么不问自己说你为什么会肚子饿？但好，等等 ，GPS 做不到这件事情，但是不但能知道自己在哪里，还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哪里。各位在听直播的各位，你仔细想一想啊，别人是谁？在天气预警的场景里面，别人是救难中心；在渔业管理的场景里面，别人是渔政单位；在国防动员的场景里面，别人是谁嘞？哎嘿嘿！中国大陆有官方说法，来，我跟你讲一下。新华网2017年那篇讲北斗跟国防动员的报道里面呢，上海市民防办的演练呢，手持北斗终端机收到民防机动指挥车发来的讯号，各车会知道彼此的位置，避免抢险救灾扎堆，就是撞在一起，就互相冲突了。这好事啊，这也是完整的即时位置回报链。但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评估讲得更直接，北斗短报文呢提供了中国船只在电磁对抗环境中的备援加密链路，而哈佛贝尔福中心呢2023年的报告用了一个很重的词，他说北斗短报文给了中国一个独立于地面网际网络的 kill switch， 什么意思？贝尔福中心这样写。不是我说的，那 Q switch 在这个语境里面指的是通讯控制权，但就跟台积电的光刻机有 Q switch 是一样道理的。但是我们把这东西降到最保守的解读，我跟各位解释，就是一个能够双向通讯的导航系统，在民用上是救生所，在治理上是回报链，在军事上可以把对方所有的 GSM 跟5G、4G 讯号全部炸掉，而他的部队可以照常运作。来都来了，是同性恋吗？我怎么知道？你问我。来，这3件事情用的是同一套软体。所以换句话说，台湾最近演练那一个什么网速降速演练，对解放军使用北斗的解放军来讲根本没有用。解放军丢一颗石墨弹，把所有的讯号都干扰完了，他自己也不受影响。来，我们仔细说清楚，要一个能在无讯号海域救你命的系统，代价是什么？这个系统必须随时知道你在哪里。没有例外，没有折扣，没有只在我需要的时候才回报的模式，因为救难中心不可能在你出事之后才开始追踪你啊，必须要一直追嘛。所以这是等价交换最干净的一个案例，它没有阴谋，没有坏人，它就是物理跟制度的必然。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渔业署在2018年公告禁止渔船使用中国制的北斗卫星终端设备。注意哦，禁的是终端设备，那个会回传的硬体，不是进北斗的空中讯号。ULO 还在做梦哦 ，GPS 加星链，我问你，台湾有没有星链？台湾有没有星链？你不知道对不对？台湾没有星链，台湾政府不准星链落地，所以我们就只有一个 GSM 或者是4G 或者5G， 所以什么网络都没有了，炸啥？炸我们那脆弱的基础建设啊！所以我也是同意，我个人反对渔业署搞这种鸡巴事，什么连那个可以回报的北斗
系统都不能装，干那我那出远洋我要救命的时候，你救我吗？你救我吗？真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技术差别。台湾的技术安全、通信安全，简直个代差已经大到让人绝望了。我们后面还会再讲。你现在只要先记住一件事情：你收讯号跟你回讯号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收是你单方面听，回你是把自己交出去。北斗最强的地方就是你终究必须要付出的账。来，我们这样讲，到了第6章了。前面我们讲了美国的地面系统死掉，讲到北斗的50颗卫星跟1兆3000亿的产业。今天我要讲本集最冷酷的一件事情，因为到目前为止，听直播的各位，你心里可能已经在排队，美国那边烂掉了，中国那边起来，是不是用这个东升西降的故事？我又要替东大宣传了？没有，我们先去乌克兰看一件事情，回头看一看北斗的规格书。Excalibur 是美国的155公里精准导引炮弹 ，M982 用 GPS 导引，可以打15到24英里外的目标，打敌人的火炮、装甲车。一发多少钱？一发不便宜呢，精准炮弹一发要30万美金啊。然后美军就说：“太好了，我们就送给乌克兰，让他精准的殴打俄罗斯。”那 M982 这种炮系统呢，用 GPS 导引可以打15到24英里外的目标，打敌人的火炮、装甲车。一发多少钱？30万美金呢。2022年刚送到的时候啊，乌克兰那边哇大发神威，表现非常好，命中率大概70%。然后俄军呢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的进行电子战，命中率掉了多少？来看我后面的图啊，命中率变成1/10以下。2023年底 ，Excalibur 19发中1发，它的命中率跌到6%啊。等于每一次命中要花190万美金了，成功打击的成本增加变成6.3倍。我们把成本算一下，一方30万美金，命中率70%，那你每一次成功命中的成本大概40几万。命中率6%呢，每一次成功命中的成本190万美金才打中一个目标。从30万增加到190万，这是华油拿到的乌克兰内部评估报告里面的数字。纽时同期也有报道，乌克兰停用了，华府也停止供应。同样中枪的还有 J 电 HIMARS 用的 GMLRS J 电那边厂商出了一个补丁，继续用 Excalibur 神剑炮弹那边放弃。美军怎么修呢？他们花了2350万美金给一家叫做 Sarah 的加州公司开发一个叫 Homon GPS Gem 的东西，装在 J 电，就是多用途弹药的滑翔套件上面。原理是，如果你侦测到有人在干扰我，我就顺着干扰讯号的方向飞过去，然后在那里爆炸。反辐射导引嘛，你干扰我，我就把你当作目标。聪明啊，这确实逼俄罗斯面对一个两难，要开干扰机保护部队，还是关干扰机保护自己。实战效果如何还不知道，但真正的重点来咯。你们现在可能想说，哇 GPS 被打爆了，所以中国的北斗比较强。但等等，解放军自己的研究人员怎么说？2025年8月，南华早报报道了中国军事研究人员分析乌克兰电子战的成果。他们用 IGS 全球测战的资料去反推战区的讯号状况。结论是这样子的：战区里的所有卫星导航系统，包括了美国的 GPS， 包括了欧盟的伽利略、中国的北斗，甚至俄罗斯自己的 GLONASS 全部都受害。全部俄罗斯自己开的干扰机也打掉了自己的 GLONASS。
这是中方研究人员自己的结论，而不是我讲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干扰攻击的是物理层，它不管你这个讯号上面印了哪一国的国旗，所有的卫星定位系统都在 L 波段，讯号强度都在同一个数量级，都弱要命。一台够强的干扰机打下去，天上飞的所有东西一起变瞎变盲。物理定律是不会看护照的。那好，那至于欺骗呢？北斗有没有死？没有，我们查了它的公开文件哦。北斗3号的 B1C 跟 B2A 讯号界面控制文件 1.0 版，2017年12月发布，官网可以下载。导航电文系统呢，结构是什么？前导码、卫星编号、电文类型、资料栏位、24位元的 CRC 检查码。CRC 是什么？CRC 是错误侦测码，它能够告诉你这段资料在传输中有没有被杂讯弄坏，它不能告诉你。这段资料是不是真的从北斗卫星来的？那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CRC 防的是错误，防的是意外，千章防的是恶意。B1I 讯号的 ICD 3.0 版在2029年2月公布，一样没有千章栏位。在听直播的各位，这不是我推测的，是他们公开文件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的问题。而且 IEEE Access 2024年有一篇论文写得非常直白。北斗的民用导航电文在开放环境中传输，没有提供资讯完整性保护措施。中国有没有在防呢？有，而且做了很久。2019年呢，他们就有基于 ECDSA 的认证方案论文出了。2020年呢，就有用中国自己 SM 密码演算法的方案。2025年有针对 B2A 的设计。2022年在联合国 ICG 第16届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也简报过 B2A 的导航电文认证设计，全部都在研究模拟设计阶段。有一篇2023年的综述文章讲得很清楚。认证机制正在为下一代北斗设计。下一代是什么时候？2027年发先导实验卫星，2029年开始组网，2035年达成。19年前就有人证明过这件事。各位还记得第3章那位史丹佛的博士生吗？2007年4月，中国发射北斗的 Compass M1， 他用逆向伽利略这套已经验证过的方法，把 E2、E5、B、E6 3个频段的民用码全部解出来，证明他们都是勾扣，还把码产生器反推成线性回馈移位暂存器。欧洲、中国，然后2008又是欧洲，他不是针对谁，他那几年的工作就是这个嘛。网友问说，近地卫星搭载雷射武器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因为射不到地面。而且我要跟各位讲，连中国自己的技术部落格呢，都替这位高博士说了。2011年就讲，他说无需大惊小怪，他破解的应该是民用部分，本来就是要公开或者低价许可公开的。那么作者还用码周期算给大家看，民用码周期1毫秒，军用码周期至少好几天，所以那绝对不可能是军码。2010年就有人算清楚了，结果19年过去 ，ICD 那个栏位还是空的，不加密呀。这件事情到2026年还没过去。前一阵子微博上还说这个人叛国，相关部门不让他还有他全家人回国，干得漂亮。那个自媒体推文还说，他现在在一个矽谷小创业公司做汽车雷达。我查了，事实上这个自媒体又错，他现在实际上是史丹佛大学航空航天系的副教授 ，Ned Lab 主任，史丹佛 AI 安全中心共同主任，而且他的讲座的那个教席呢，名称叫做 James and Anna Marie Spilker Faculty Fellow。James Spilker 是谁？GPS 民用 CA 码的共同设计者之一，而且他本人就挂名在他那篇 Compass M1 论文的作者栏里面啊。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看清楚这个画面吗？那个把民用码逆向出来的人，现在做的是发明民用码那个人的讲座教授。
在这一行里面，这件事情不叫破解，这叫上班呐、所以这一章真正的问题啊，不是谁的马被谁解开了，是一件事放进哪个抽屉，决定了它会不会被解决。放进工程抽屉呢，19年后装上了一把锁，叫欧斯玛。放进中层那个抽屉呢，19年后锁还是没有，但有个骂不完人，这个高博士被骂很惨，但是工具明明在呀、2025年，一个叫北斗 SDR-SIM 的开源专案，在这个 Young GNOS， 就是 GNSS， 就是卫星定位系统会议上发表。GitHub 上面呢有放着可以生成北斗3号的 B1C 讯号，支援 LinSDR 跟 HackRF 同片硬体，同一套逻辑，换一个讯号规格而已。2026年还有一篇 IET 的论文，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做的实测 BDS3BIC 在欺骗情境下追踪回圈的失真，他们自己在测，国防大学在测，自己知道会被骗嘛？好了，简单来讲，我们把这一章的结论记牢，这是整集的轴心，这不是一场美国队对中国队的比赛，天上有飞6套系统，50亿台终端。200多个国家在用，其中最大的2套呢 ，GPS 跟北斗民用讯号都没有锁，所以会被干扰的。一套是因为它是标准，它是先行标准，所以改不掉；另外一套是因为它还在追赶期，所以先把星座铺满再说。干扰这件事情，现在连锁都不用开了，直接砸窗户就好了。乌克兰已经演给全世界看了，演出来的结论是所有人窗户都会碎啊。真相总是伤人，是这件事情不会因为你在哪一边变得比较好。今天不要呛说赶回电脑的报道啊！我要宣传一下这个置顶的这连结，或在你手机上是置顶，我们现在在电脑上是往下在置顶。这个连结呢，有在卖丰裕蜂蜜的红蛋比蜜。红蛋比蜜呢是一种特别的树，日本人是把它栽在神社旁边，然后因为据说他们认为800万神明会平依在这些树木上面，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树是神格很高的。所以赶快买啊！那为什么只卖2周呢？是因为他们的数量本身不够，他卖完这2周自己就要收起来了。有一些别的计划预先定，所以你如果想要尝试看看红蛋比蜜的话，我建议你赶快下定。这个礼拜有空我就会去寄，好不好？因为这个礼拜也是最后一周了，请各位赶快下定。You know， 台湾人流量资费比大陆贵你是不是不懂数字？你要不要上网去查一下？你要不要上网去查一下？台湾人流量资费是比对岸贵的嘞？你怎么讲的好像台湾流量资费多划算？不是，好吧，你搞错，你上网去查。妈，我前阵才在研究这个东西，没有台湾人很贵，好不好？好，谢谢 TikTok 那边走走的抖内。来，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7章了。干，今天真的是很辛苦啊。来，我们第6章讲完了物理层，这一章讲另外一件更荒谬的事：美国有没有防欺骗的军规讯号？有，叫做 M-Code。抗干扰能力更强，讯号加密伪造不了。第一颗能广播 M-Code 的 GPS 卫星呢，2005年就上天了。
对，2005年是什么概念？那一年 YouTube 刚成立 ，iPhone 还有2年才问世嘞。现在是2026年，21年之后，天上有几颗能发 M-Core 的卫星？超过24颗，太空断了24颗要求，在2023年前就满足了。讯号在天上21年了啊，那地上呢？地面段就是我们第一章讲那个烧掉62亿然后死掉的 OCX， 它本来就是要来管 M-Core 的，它死了，现在只能靠老系统。AET 顶的用户端呢？哎呀，这才是重点啊！要用 M-Core 的5系系统等块接收机，要换多少？美国国防部的资料是大概有700种不同的武器系统，飞机、地面车辆、舰艇，最终都需要 M-Core 能力的用户设备，接收器总需求超过100万台。进度呢？第一阶段的地面卡、海上卡完成了，航空卡在2025年9月完成整合测试，主平台呢换成了 MQ-1C 灰鹰无人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先前规划要装的是 F18、AV8B、MH531这些，因为延迟太久，这些平台计划取消了，太久了，不用了。直接的讲法是因为新零件更新太慢，所以飞机决定不装了。还有一个更荒谬的环节 ，M-Core 卡需要一种特制的 ASIC 晶片，唯一的制造商是 Global Foundry， 而 Global Foundry 是在逐步淘汰这条产线，因为更先进的制程主导的商业市场，这种老制程没钱赚啦。没有现成的替代品哦，因为这些卡是专门为了这一款 ASIC 专门设计的。后来怎么解决？靠 CHIPS 法案给了15亿美金投资扩产 ，BAE 的那家武器公司跟 Global Foundry 合作，提高抗辐射晶片的供应。干 ULO， 你真是妈狠！你是对网友你自己很低贱，他妈你以为台湾的你屁也不懂，就在那边一直留言，干念洗版看得很讨厌。你是不是不懂台湾的资费比大陆要贵？然后你就在那边吹错台湾好便宜啊，哈哈哈哈哈！他就不是的，我没有要替大陆网友吹，但是你那边瞎鸡巴讲很讨厌的哦。然后你只要去他那个门店啊，他一定会叫你要装光纤宽带。那他妈我装个屁光纤宽带呢？如果我不是住大陆的话，装什么光纤宽带？所以啊，天上的讯号2005年就有了，地上管讯号的系统烧了62亿，2026年死了。机上收讯号的卡，因为晶片厂不想做，要靠国家补贴15亿才活过来，而700种武器系统排队等着换啊。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的 Excalibur 会掉到6%，不是因为 M-Core 不好，是因为 M-Core 没有到货，人家随便一个干扰你就岔赛了。在对照下，北斗那边，北斗的加密授权服务 B3A 也在，精度宣称10公分，而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6年3月的报告写了一件事情：2021年中国给了伊朗完整的军事等级，北斗存取权。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可以把谁能用高精度定位当成外交筹码发出去，这也是等价交换。你要一套自己说了算的系统，代价是你必须要天天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但回报是你可以决定谁站在门里面，谁站在门外面。好啊，今天网友抖内我应该到目前为止都念了，反正这个圈尔妮塔说报道，李怡说到了，蔡兆和+1 ，J.J. 必许现在人在东南亚也+1 ，Sylvia Chen，Sylvia Chang 到了，谢谢你。
好了，最后一章我们要回台湾了。回台湾什么呢？先看别人有什么。天上的卫星会被干扰，那地上有没有备援？有一个东西叫做 E-LORAN， 这是2代时期罗远系统的现代版。地面上盖高塔，发低频长波讯号。低频的好处是功率大，绕射强，非常难干扰。精度不好，10到20公尺，但又来对时绰绰有余。谁有？中国在2024年10月完成全国的 E-LORAN 网路，南韩运行中41艘政府船只安装了，英国招标中，国防部2026年5月启动2年计划，俄罗斯 CHEKA 升级为 E-CHEKA， 美国零部署。你把这几张表吗？连起来看，美国的问题是天上的新地面系统死了，地上的备胎小卫星砍了，陆基备援零部署。中国呢，天上有50颗在轨，2035年规划已定，地上全国 E-LORAN 网已经完成了，一个在补洞，一个在铺网。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可以取代 GPS？ 我直接讲，这段很多公关稿在飞，有没有用，能不能？我得要跟你说实话。低轨的 PNT Zona 这家公司呢，宣称讯号强度是 GPS 的100倍，公分级精度。实际状况呢，是一颗卫星在天上，目标300颗，查不到它有商业客户。Iridium 一星的 STL 服务，这是真的能用。2026年就开始运行，66颗低轨卫星全球覆盖，定位精度10到20公尺，是目前最成熟的低轨 PNT。但10到20公尺的定位精度只能是补充，不能是替代。量子导航 Q Control 那一套呢 ，Ironstone Opal 2025年2月在澳洲用一架 Cessna 208飞了700公里做测试，宣称无 GPS 下4公尺精度，前景很好，限制是需要高解析度的地磁图，因为它要有那个地磁对照，但是海洋跟很多地区没测量过，系统大概就一条面包大小，原子干涉仪的频宽只有几赫兹，传统惯性导引是几百赫兹，所以它没有任何商业产品。各位记得按赞啊！我今天开场到现在都没有叫你们按赞，你们就真的忘记按赞，实在太不够意思了。好，我们继续往下讲。星链呢 ，Starlink 研究人员展示过可以用星链讯号定位。然后2026年5月 ，SpaceX 在 IPO 之前封锁了未授权的 PNT 存取能力存在，可以定位，但它把门关了。晶片级原子钟呢，这个成熟量产一颗700到2500美金，但它只是计时元件，不是定位方案。结论呢，截至2026年7月，没有任何一项替代方案达到可以取代 GPS 的规模。现实的路是分层啊 ，E-LORAN 管授时 ，Iridium 管初定位，惯性导航管短期。晶片原子钟管保持，视觉比对管末端，各自补一种失效模式。台湾有什么？台湾有国家时间与频率标准实验室，由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委托中华电信研究所办理。国家标准池是靠原子钟维持，跟国际度量衡局比对校准，不是单纯挂一台 GPS 接收机当国家钟。这代表台湾的国家时间本身有一个独立于卫星定位的顶座，但是这个东西都是计时跟初定位。我们有全国电波检测网，没错，我们也有国土测绘中心的65座卫星基准站。2019年10月1号提供全新性服务，民航局也有一般性的助导航设施、故障通报系统。飞机遇到问题呢，
会立刻无线电通知网管，落地后填报告表。2025年9月，民航局公安表示，维持传统导航设施作为备援，已建立的干扰程序通报，这些都是真的。台湾不是一片空白啊，但是现在讲查不到的部分，我们去把台湾的整个导引、卫星导引、位置导引跟时间校准一路往上查。台电的时间传授上游是谁？查不到。如果它也是用 GPS 天线的话，你到时就查。金融清算的物理时钟来源呢？央行资料说明即时总额清算与同步收付，但那是流程同步，不是时钟来源。因为你没有那个互相可以认可，而且不会错的那个时钟的话，你光金融清算就会出问题。电信基地台也吃 GPS 受死哦，我们也查不到资料。卫星位置定位中断后各系统的保持时间指标，我们也查不到。国家级的卫星定位干扰事件资料库也查不到。NCC 有频谱监测网，公开资料无法证明它具备分辨欺骗、比对各星座伪距残差、生成全国即时干扰地图的能力，也没有对外的告警仪表板。E-Loren 或任何广域非卫星备援也没有。立法院2023年到2026年有没有任何一笔卫星定位系统的备援 PNT 的韧性、授时韧性为主题的质询或预算？也查不到。我要说清楚的是，查不到不代表没有。也许国防情治电信业者有机密备援，个别预算里面可能藏了一个原子钟，这我不知道，我也不会假装知道。但查无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负责。好了，最后一件事情哦，交通部民航局现行的飞航指南 AIP 2026年5月14日生效那一版 ENR 4.3这一节，标题是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内容是3个英文字 NIL 无空白。哦，妈呀！我讲一句公道话啦 ，AIP 这种常设文件显NIL在民航实务上不等于没有程序，临时性的状况不会全部进入可以全文检索的公开档案。航空公司跟飞行人员也许另有管道取得即时公告，这一点我必须承认，不然就是我在误导。但是这一页是对外的、公开的，国际飞行员都看得到的内容。他是台北飞航情报员对全世界说关于卫星导航我们有什么告诉你的那一页，上面写着 NIL 没有。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的卫星定位系统是使用多星系的卫星导航地位系统 ，GPS 加 GLONASS 加 Galileo 加北斗 BDS 加 QZSS 全部都用，全部都用。公告还说了，全星系就是所有卫星你都用，你的成功几率呢是比双星系高11%。但同时，渔业署2018年公告禁止传播使用中国制北斗卫星终端设备。影像日记 O Summer， 谢谢你的抖内，各位还没有按赞，赶快按赞啊！我刚讲这2件事情呢，技术上不矛盾。测绘中心用的是北斗的空中讯号，单向接收不是回传。渔业署进的是北斗的终端硬体，那是会双向回传的东西。就是我们第5章讲的短报文，但是这有什么危险的地方我不懂啊？你的渔船可以求救了，为什么不好？收讯号跟回讯号是怎么搞的？这2件事，对不对？所以这2个决定呢，以某个角度来看，各自都对。武大侠德林说，今天最演习是在作秀。
而且还做很难看的。来，这两个决定各自都对，但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把这两套标准摊在同一张纸上跟人民解释过嘛？你有的用北斗，有的不准用北斗，那你到底是要怎么样时候才能用北斗？暂时不用吗？平时用？没有一份文件说明中华民国的国家测绘基础设施纳入北斗讯号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排除机制？有没有资安开关？什么情况下会关掉？逐站逐时的实际使用状态跟解算权重全部都未公开。我们在查这件事情的时候，简直嘛如坠无里雾中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是都排除呢，还是都不用？你猜，不是说一定有问题，是说没有人问过，也没有人答过，这才是本集最伤人的地方啊！不是台湾没能力，是台湾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结论很尴尬啊！我们讲美国是很惨，北斗也不是绝对不好。那所以，我们要跟各位做结论。真相总是伤人。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先接受那个不舒服的事实。你以为坚固的东西是纸糊的，不是比喻是物理。你手机上那个蓝点定位的蓝点，来源是20000公里外一个功率跟冰箱灯泡差不多的发报器，讯号到你手上的时候是0.14菲瓦，比环境噪音还低将近20分贝。接收技能收到它是靠一整套的精巧的相关计算，而它接收逻辑是锁定最强的那一个。所以那一台$300的东西不需要破解任何密码，不需要骇进任何系统，不需要一整个火山基地，它只需要比冰箱灯泡的功率大一点，只要3到6分贝，你的手机就会自己靠过去。我以前是赞叹功率跟冰箱灯泡一样，真是巧夺天工。现在我才想通那句话，同时也这整套系统的死亡诊断书啊。GPS 没有被害，它从来都没有锁啊。第二件事情是科学终将胜利，这是这集最公平也最冷酷的一句话。物理定律不看护照。如果你今天只关切一件事情，请你关切这件事情，因为在你打开这一集之前，你心里可能有一个剧本：美国衰败，中国崛起，或者反过来，中国吹牛，美国还是最强。两个剧本都被今天的证据打掉了。美国那边是太空段做得非常好，31颗在轨 ，GPS 10颗完工 ，M-CO 卫星超过24颗，地面段烧掉62.7亿，死在产房出不来啊！用户端有700种武器系统排队等接收机，等了21年。中国那边呢，50颗在轨，160国首都的可见度赢过 GPS， 连美国自己的咨询委员会都承认综合能力逊于北斗，而它的3个民间讯号 BIC、B2A、B1、B1C、B2A、B1I 公开的界面控制文件里面，也没有任何签章，也没有任何认证，认证方案还在做，做了7年，还在为下一代的系统设计，而干扰这件事情。中国自己的研究人员用 IGS 资料库算出来的结果是，战区里面所有系统，包括了北斗，包括了俄罗斯自己的 GLONASS， 全部受害。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就是科学终将胜利的意思。它不是说好人会赢，他是说不管你挥的是哪一面旗子，讯号弱就是弱，没有锁就是没有锁。只要当局说我们的系统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时候，你要打开规则书自己看一次。第3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整集在算的这件事情，等价交换，精准是有代价。我们用了30年把定位精度从几百公尺做到几公分，然后把整个文明叠在上面，电网对时，银行盖时间戳，飞机进场，船舶必碰，炮弹找目标，外送找你家，我们都锁在这上面的。但我们付出的价格是这个能力可以被剥夺，而且剥夺它的成本比建造它的成本便宜10亿倍。
Excalibur 那条曲线就是价目表，30万美金的炮弹，命中率70%的时候，每次功率都很好，每次成功呢，命中花你40几万美金。俄罗斯把干扰器开起来之后，命中率就变6%了，每次成功命中要花190万美金。你花了30年建立的精准，被一台几百块的机器换算成6倍的价格。北斗那边的账也是一样，你要在一个无讯号海域能救你命的短报文，代价就是这个系统必须随时知道你在哪。你要一个别人不能关掉我的系统，代价是它变成一个我自己随时可以关掉的系统，而且可以决定伊朗站在门的哪一边。没有免费的定位，从来没有。来，最后我们要讲自己。台湾的状况是，有的东西比很多人以为的多。国家标准时是原子钟称的，不是挂一台 GPS 接收器。NCC 有涵盖卫星定位的全频段的全国电波监测网，测绘中心有65座基准站，民航有一般性的通报程序，这些是真的。但其他东西全部都查不到，我们不知道它的主时钟定位从哪里来，金融清算的物理时钟是谁，全台基地台有多少比例直接吃 GPS， 卫星定位系统断掉之后，各系统能撑多久，我们不知道。什么过热了？哎呀，好，赶快，真是的。所以我这样讲，我简单解释一下，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懂，我就要说，因为 GPS 的定位包含了原子钟的校准，所以非常多的东西呢都要绑在上面，包括了你的汇款，包括了你的系统运作，包括了你的电信媒体，都是这样。所以啊，台湾没有人在担心这个事情，就我们在担心。那如果你的原子钟有一天被破坏，你全国 ATM、全国的转账、全国的薪水发布系统全部都会完蛋了。我们查不到资料，而且没有人问过为什么。2024年12月16号，台湾海峡上空5到6架班机的定位被骗了。我们还是从瑞士一所应用科学大学公布的地图上面知道自己家上空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今天查不出来是谁。交通部民航局对全世界公开的飞航指南上面，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那一页没写。所以啊，台湾的 GPS 或是用北斗的争议哦，现在的问题非常大。重点是不是买预算，不是买设备，不是编预算，不是盖铁塔，要有人愿意检讨这件事情。1983年那个开放的 GPS 假设非常理想，但那个假设早就过期了。真相总是伤人，而科学终将胜利呢，是物理不接受任何一国的辩护词啊。讯号弱就是被盖掉了，没有盖章，没有签章，就是验不出真假。等价交换是你要精准，就要付出可能被剥夺的代价；你要救生索，就要付出被看见的代价。而你什么都不要，代价就是有一天天空开始说谎的时候，你连自己被骗了都不知道，因为骗你那个讯号长得跟真的一模一样，而你的机器会相信比较大声的那个。好啦，各位，你知道台湾现在的GPS上面简直嘛弱到靠北，你又不要用北斗，然后你的系统电子中，你的所有的各地方的校准都要靠 GPS 系统化，只要 GPS 完蛋，什么东西都完蛋，比想象中的严重多了，对不对？好啦，今天的直播到这边，这个是我们列出来的各个狗皮膏药。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有空有空
再跟各位好好的聊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有没有抖内？哇，刘冠超现在都没有时间上来了，因为他上海淹的妈乱七八糟，他传了很多个奇奇怪怪的淹水影片给我啊。这里有微信，然后有支付宝啊，各位有空的话可以抖内一下。昨天有网友抖内，但没有留言，什么什么康，今天也有什么什么泰，小抖一下。好啦，上海变海上了，真的，这一次上海不知道怎么搞，淹很严重。所以啊，你看那个 user KN8，妈，你不能去重新修一下你的 ID 吗？你连 GPS 定位系统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你怎么发展无人机啦？你在那边以为你 MPV 第一人称视角操作很好，你要靠 GPS 定位呀、然后你定位不了，你打不到敌人的，这个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不知道。所以我只能说啊，各位自求多福吧。米热赏，谢谢你的抖内。哦，JQ Fish 说主打在东南亚不是我啦，哎呀，糟了，我完全记不清楚啦。Natasha 说谢谢你的抖内，好啦，今日也谢谢 Kyungshu 抖了芒果刨冰。哎，好啦，这个今天又叫了投票的时候了。各位，今天的内容你觉得脚本好，写的也好，讲的也好的，请按一；你觉得脚本写的好，讲的不好的话，请按二；你觉得脚本跟讲都不好的话，请按三。开始投票。那我还是要补充啊，各位，你们真心要理解为什么今天讲这么大啰里吧嗦一大堆，是因为你提款转账、汽车定位。然后武器要攻击，甚至你的手机讯号要彼此沟通，都靠 GPS，都靠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你不要再讲那个半马勇士郎走路，然后全球卫星会偏移的烂笑话。但我的意思说，如果那个不行，全部都会出问题。不是只有你以为的，渔船有可能相撞，飞机有可能进迫飞行，降落有可能降错地方，这个才严重啊！各位，我们苦口婆心跟你多讲一下，希望你可以了解，不要单纯只以为会迷路而已。还监视老公苹果手机位置靠腰。对啊，现在无人机的定位系统呢，除了一些特别定制的，多半就是用 GPS 加北斗，而且 GPS 只能用民用，因为军用不开放美军以外的单位使用。好啦，感谢各位的投票，今天到这边差不多也可以结束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好不好？希望明天的题目你会喜欢。各位，我们就跟各位说拜拜喽，拜拜拜拜。